这位曾经被誉为全球8大奇迹之一的女神，如今竟老成这样。2022年末，57岁的波姬小丝带着2个女儿现身纽约一场音乐盛会，可把大家都惊呆了。那个曾经美得惊天动地的女神，现在竟然认不出来了。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，她那2个颜值普通的女儿，难道是隔代遗传？看来就算是倾国倾城的美人，也难逃岁月的魔爪啊。但是真的只有美貌才是波姬小丝的全部吗？说起波姬小丝的美貌，那可真是从娘胎里就带来的福气，但谁知道这福气背后藏着多少辛酸呢？1965年，这个小天使降生在美国，刚出生就美得不像话，活脱脱就是个瓷娃娃。可惜好景不长，父母的感情如同镜子般碎裂，留下妈妈一个人独自抚养这个小天使。你以为这就够惨了？不，更狠的还在后头。波姬小丝的妈妈可不是省油的灯，为了让女儿出人头地，简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。才11个月大的波姬小丝连路都走不稳，就被推到了镜头前拍广告。这哪是在养女儿啊，简直是在培养童星好吗？等波姬小丝长到10岁的时候，她妈妈更是脑洞大开，居然让女儿拍了组裸照。我的天，10岁呀，这是什么神操作？要知道那可是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，保守的跟什么似的。这下可好，小小年纪就成了网红。只不过这个网可不是咱们现在的互联网，但是好戏还在后头呢。13岁那年，波姬小丝出演了一部电影，扮演了一个风尘女孩。电影里全是热吻戏和大尺度画面，简直辣眼睛，看得我都替她害臊。这下可好，13岁的波姬小丝一夜成名，但同时也背上了早熟放荡的标签。这标签可不是贴纸想撕就能撕掉的，简直是刻在了她的人生履历上。说到这儿，你肯定觉得波姬小丝的妈妈是个虎妈吧？可别误会，她对女儿的管教可是相当严格的，每天晚上10点前必须回家，不许说脏话，还得学芭蕾、弹钢琴，简直是贵族式教育呀。但是这种严格的教育和那些大尺度的表演，是不是有点矛盾？一边让女儿拍裸照演风尘女，一边又要求她像个淑女，这种教育方式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啊！这么小的年纪，本该无忧无虑的玩耍，却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。她的童年仿佛被硬生生地撕成了2半，一半是纯真，一半是世故。美貌带来的困扰，恐怕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重得多。波姬小丝的童年就像一场闹剧，但这戏还没完呢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18岁多么美好的年纪呀，本该是花一样的季节，可对于波姬小丝来说，这个年纪却成了她人生的转折点。她终于受不了这种被当成花瓶的生活了，决定要逃离这个金光闪闪的牢笼。说走就走，波姬小丝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演艺圈，跑去上大学了。这一走可让很多影迷心碎不已，好像全世界的男人都在为她落泪。但是谁又能理解这个被当成摇钱树的小姑娘内心的痛苦呢？她就像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，再美丽也只能供人观赏。现在她终于要飞出去，看看外面的世界了。大学生活对波姬小丝来说，简直就是一场解放。没有镜头，没有导演，没有人盯着她要求她怎么做。她可以穿得普普通通，不用每天精心打扮。她可以和同学一起上课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熬夜赶作业。这种平凡的生活对她来说却是如此珍贵。但是好景不长啊，大学毕业后，波姬小丝又回到了演艺圈。不过这次她可学聪明了，不再任由妈妈摆布。她找了个经纪公司，终于摆脱了妈妈的控制。这一次她要靠自己的实力，而不是靠那张过于美丽的脸蛋。说起波姬小丝的情路，那可真是一波三折呀。天王迈克尔·杰克逊对她痴迷不已，简直就是疯了一样。据说他多次向波姬小丝求婚，但都被拒绝了。这可真是让天王的粉丝们心碎一地呀。然后是网球巨星安德烈·阿加西和波姬小丝谈了2年恋爱，2个人你来我往，打得火热，但最后还是无疾而终。这段恋情就像是一场精彩的网球赛，可惜最后双方都输了。
直到遇到现在的老公克里斯。波姬、小斯才算是找到了真爱。他们通过人工受孕，生下了2个可爱的女儿，终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看来即使是美人，也要经历千辛万苦才能找到真爱呀。回头看看波姬、小斯的成长历程，真是让人唏嘘不已。从被当成赚钱工具，到勇敢地追求自我，再到最后找到幸福，这哪里是什么童话故事啊，简直就是一部现实版的成长电影。说起波姬、小斯，大家可能还停留在她年轻时的美貌上，但其实她的人生远不止这些。虽然早就过了颜值巅峰期，但我们的波姬小姐姐可没有就此认输，她选择继续留在演艺圈，只不过这次不再是靠脸吃饭了。你以为她会像某些过气明星一样拼命整容炒作来博眼球？不，波姬、小斯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。她继续拍戏上节目，但是呢，作品反响平平，放在以前这种情况估计会让她崩溃吧。但现在的波姬、小斯似乎并不在意这些，反而更加享受这种不用靠脸吃饭的感觉。它就像是从一个精美的花瓶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茶杯，虽然不那么耀眼，但更有味道。最近几年，波姬、小斯经常带着2个女儿出席各种活动，有人说她是在为女儿进入演艺圈铺路，但是别急着下定论，看她那个样子，哪像是在给女儿铺路啊，更像是在带女儿们见见世面，感受一下妈妈曾经的辉煌。或许是从自己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，她给了女儿们更多的选择权，不像某些星二代从小就被当成接班人培养。波姬、小斯的女儿们看起来就很自在，这让我不禁感叹，这个曾经被推到聚光灯下的女孩，终于学会了尊重他人的选择。57岁的波姬、小斯虽然不再是当年那个惊艳四座的美人，但是她的气质依然出众。她的头发乌黑发亮，身材保持得很好，穿着时尚又得体。虽然脸上有了岁月的痕迹，但那又如何呢？她的眼神中透露出的自信和从容，才是真正的美丽。这哪里是什么大妈啊，分明就是个优雅的贵妇人好吗？看着现在的波姬、小斯，我不禁想起了那句老话，岁月从不败美人。岁月没有打败波姬、小斯，反而让她变得更加从容，更加自在。她不再是那个被美貌束缚的花瓶，而是一个活出自我的真实女性。这种蜕变比起那些靠整容和 PS 维持青春的明星，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。看完波姬、小斯的故事，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这个女人的人生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励志大片呢。从11个月大的童星到57岁的成熟女性，她经历了太多的起起落落，但是波姬、小斯却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课。她告诉我们，美貌固然是一种优势，但绝不是人生的全部。想想看，那些只靠脸吃饭的明星，现在都在哪里？要么整容整到认不出，要么就彻底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而波姬、小斯呢？她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。她不再执着于那张曾经倾国倾城的脸蛋，而是开始关注内在的成长。这种转变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可真是太难了。毕竟当你习惯了被人捧在手心里，突然要自己走路，那种落差感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。但是波姬、小斯做到了，而且做得还挺不错。她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美丽，那就是内心的智慧和从容。所以当我们再次看到57岁的波姬、小斯时，也许应该问的不是她怎么老成这样了，而是应该问她是如何活出自我的。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波姬、小斯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不是一场选美比赛，而是一场漫长的修行。美貌会随着岁月流逝，但智慧和气质却会越来越醇厚。所以与其整天纠结于皮相，不如多花点时间充实自己，提升内在。毕竟岁月从不败美人，但岁月一定会眷顾那些不断成长的人。波姬、小斯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他的故事不正是我们每个人都该学习的人生智慧吗？